香菜不要多放辣椒，蛋糕越甜越好。唱歌跑调，最爱夜宵，聚会只喝一杯就到。爱穿旗袍，喜欢撒娇，还有2包没用的唇膏，见招拆招，说说笑笑，姐妹之间的吐槽。你喜欢安静，我爱热闹，看似回不大，却很协调。就算什么不说，也能猜到，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。你喜欢安静，我爱热闹，看似回不大，却很协调。就算什么不说，也能猜到，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。暗恋他好像闺蜜心焦，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。我们之间没有情不打扰，短信就不回，电话就打爆。我要吃了。不是所有的病靠吃药都能好得了的。吃药都治不了的病，那可能只能靠自愈能力强一点喽。要是命运不济，自愈能力不强的话怎么办呢？吃药也不行，自愈能力也不强，那有什么办法？等死呗。要是能死得痛快一点也就算了，就怕是备受折磨。刚才我看新闻了，你那个事儿啊，还是没过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事儿明明可以解释得清楚，为什么要弄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成天野也好，咪野也好，他们……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呢？去威胁他们，还是求他们？该说的话都说过了，都讨论过了，但是我不能逼着别人做决定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你确实很不公平。我倒没什么，我担心的是你。辛苦你了，一直这么忍着我。你不也忍着我吗？相互忍耐，也许这就是爱的一部分。喂，我们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去看网上那些新闻，那都是乱说的。我干嘛要在意他怎么想呢？你们说地下房的事儿，丁总还查不查呀？没那么容易查吧？想要找到莎莎和客户签订低房价的合同，就必须得进入咱们公司的 OA 系统。但是能登录这个系统查看这个项目相关权限的人，一共就4个人：总裁温森总、直接销售莎莎，以及负责这份合同审核的法务。你觉得谁愿意配合咱们？如果是莎莎的个人行为都好说，但是要是牵扯到温森总，那就是地震级别的破坏力了。你说温森总为什么这么挺莎莎呀？这集团不查是不查，但凡是查，肯定能查出来。集团那边有 C 米姐，他绝不可能纵容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我看这件事多半也就止步在温森总这儿。要我说，咱们直接干一票大的，
直接帮丁总拿回本来就属于他的总经理位置。你要干嘛呀？咱们可以找法务部联个谊吧。你真指望他们能给你酒后吐真言？就算不吐真言，咱们探出了虚实，也算没白忙活吧？也不是不行啊。就是啊。干不干？这边扫一下付款。你来了。跟教练说在教室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好的。对不起嘛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看在我以前表现技术良好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嘛。你没有误会我，裁员的确是我的决策。一开始，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些员工的后路。一开始有什么关系？后来你不是也是出手相救了吗？就像是我一开始也确实是冲动了，没有考虑到你的难处，但后来我也想通了。如果我没有安排他们去 Gary， 你会想通吗？你们为什么要讨论如果的事儿呢？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就应该着眼当下。因为我们之间还会有很多如果的可能性。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无法相互理解的话，那的确是该着眼当下。你都把我绕晕了，你既然能来，不就已经说明愿意原谅我，愿意和我和好了吗？你是这样理解的？那我真不应该来。我这个人习惯有始有终，我不想要因为任何人去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。击剑馆我不是因为你才来的，所以以后我还是会来。如果你可以摆正心态当我的教练，我愿意接受。既然你上次提出分手，我也愿意在经过冷静思考之后，认真给你一个回复。我接受你的决定，也希望你能替自己的决定负责。我说一次分手你就那么当真？那我之前说过那么多次我喜欢你呢？丁伟强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？你还好吧？怎么洗了这么久啊？马上就好了。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不用啊。睡觉吧。好像没什么睡意，你先睡吧，我再待会儿。我陪你吧。算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把头发吹干，再
咱就睡啊。你打呼了？没有啊，你干嘛去？我想去喝点水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打。谢谢。你也不睡了？你还记得我在节目上说我为什么会跟你结婚吗？那不是稿子，那是真的。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对事情的态度，我就觉得很安心，好像你总有办法，都不是事儿，我也就什么都不害怕了。我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，而且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讨厌我，我都无所谓。我觉得只要你觉得我好就够了。那件事儿在你心里让你觉得很不好受，我也不好受。但是我以为我们不用去在意那些控制不了的事情，继续过我们的日子，它早晚会过去的。好像这件事情现在横在我们俩之间，有点过不去了。只要外面有风吹草动的质疑声，你就开始不安，我就跟着你不安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没有活在公众视野里，只要我们活在人群当中，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，有质疑的声音。如果每件事情我们都那么在意的话，多累呀！对不起，
只是不想让你受委屈。我不觉得委屈，但是我怕你委屈。我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？啊，起来了。吃早饭吧。这些呢是我找到的奥凯兰那边的工作信息，你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，我随时可以跟那边联系。还有呢，我帮小杨已经联系好那边大学的漫画专业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让小杨陪我们一起过去，正好有个人可以陪陪你。等安顿好以后，可以把妈妈接过去，帮我们带带孩子。总之，我依然希望你能和我一起离开这儿，过点轻松的生活。以前什么事情都要靠你一个人去拼，没得选择。现在你有我，尽管把你的人生交给我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喂，怎么突然对别的部门的人事那么感兴趣的？知己知彼吗？我打听了一下，那个技术部的小伙子呢，平时老老实实、默默无闻的，也没听说他跟谁走得特别近。忽然就升级成技术部主管了。哎，倒是销售部这次新提拔的那个副总监有点意思。他平时在部门里跟莎莎一直不和。但是他的业务能力确实不错，所以莎莎呢也一直没能拿他怎么样。这次提拔也是宾森总的意思，我估计就是莎莎平时太嚣张了，想制衡他一下。另外啊，莎莎那边最近的业务看涨，你也要小心点啊。好，知道了。行了，那我挂了啊。拜拜。你确定吗？客观说，也不是很确定，但至少法务部负责这个项目的小姑娘提起这件事情的反应很蹊跷。我觉得80%有问题，谁经手了这种事儿，心里不打鼓啊？要不要让咱们聘请的网络安全专家？不行，违规的事情咱们不能做。那咱们明知道有问题，就这么坐以待毙啊？要不然，我们向集团举报。谢谢你们。接下来的事情我处理。我根本就没想卖什么特价房，所以也不存在温森特不特批的事儿啊。丁总，你野心不小啊，不仅想诬陷我，还想要拉温森下水。亏他处处维护你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只是好奇，你觉得像温森这么聪明的人，为什么会这么痛快的就支持你这个显而易见就会出事的决定呢？而且还会连累到自己。怎么了？别的招数都用完了，
现在想来毁坏我跟温森的关系了？我想跟你打个赌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退出这个比赛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打赌啊？不管你退不退出，我都赢定了。莎莎，我劝你一句话，不要太相信人，永远都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等一会儿，你想跟我打什么赌啊？李总，您来了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我随便看看。文森，你在这儿工作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在这儿很多年了。以前给你寄过一个礼物，里边有这儿的地址，就希望你回国能住这儿，我们还能见见面。我搬家了，所以没收到。你现在这样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如果我说现在挺好的，又觉得挺对不起你跟你父亲的。没什么对不对得起的，真的。我们都希望你好。你这么说，妈妈真的感到很欣慰。我长大了，下次你回来，记得跟我说，我派车去接你。这么多年，挺不容易的吧？挺好啊，都适应了，我很棒。酒店业啊，毕竟是服务行业，别太辛苦了。现在我只管理这一家酒店，以后我说不定还会管理很多家酒店呢。妈，您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？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啊，他就在这家酒店工作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你好，我是张凯瑞。你好，李文。妈，我们去看展吧，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先告辞了。保重哦。
谢谢戴总，真是解了我们公司燃眉之急了，麻烦您了。都是一家人了，怎么还这么见外啊？坐吧。哎，至少不要再叫我戴总了吧？好的，叔叔。西西这次来找我谈合作，我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你不知道，他呀从小就避讳我是他父亲这个事实，搞得我在他面前一点自豪感都没有。爸，说这些干嘛呀？好，大学毕业那会儿，我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公司工作，挺好的吧？哼，你没看见呢，他那个难受劲儿啊！实习期没过，自己就主动辞职了，说是避嫌。结果自己跑到外面到处去面试，最后还是跑到我一个朋友的基金公司里去了。爸，好，不打你的小报告了。不过这次他能来找我，我才意识到他真的长大了，考虑问题更成熟、更全面了。叔叔，我自认为还是挺了解西西的，他是个特别有主见的人，只要是他自己决定做的事儿，我们谁都干涉不了他。看来你还是很了解他的。叔叔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爸，在公司里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？我觉得小童这个人不错，这次你是找对人了。您的婚礼最好定在5月份，那时候天气也暖和一些。3月。3月的时间太紧了，万一准备不充分。想办法。好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蜜月旅行恐怕就不能在婚礼之后立刻安排，因为您去英国见劳森的行程早就已经安排好了。要么就等从英国回来之后，要不就顺便带夫人一起去。这事儿没法顺便，劳森那边我去说，劳森是一个特别在乎家庭的人，他应该可以理解我的。那旅行地点您想选在哪里呢？你想去哪儿啊？问你旅行地点想去哪儿？我都可以，你们定吧。这样，我跟西西再商量一下，你尽快先去安排那个婚礼的事儿，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和西西沟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请我的好朋友来帮我策划婚礼，他是非常优秀的婚礼策划师，有他在，我会很安心的。您说的是温如雪吗？对。她不是已经不做这一行了吗？而且她现在的口碑，咱们如果要做 PR 的话，恐怕……这事儿就能定了，就按照西西的意思去办。西西相信温小姐，你尽快跟温小姐取得联系。好的。结婚礼物。我们结婚以后就住在这儿吗？送给你的。如果你想一个人待会儿的时候，就可以来这儿。你可以把这儿装修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没有你的允许，我是不会进来的。我一个人住。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天天在公司和家里，每天面对着我，难免会有烦我的时候吧。所以，如果哪一天你烦我，不想回家，就可以来这儿，这儿总比外面强吧，也安全，我也放心。我这么做，是不是
不是有点唐突啊？谢谢你，总是为我着想。希望我也有能力，可以让你幸福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这就是我的幸福。成都呢，作为典型的外向型国际化城市，对国际经济的环境开放度比较高。哇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送花人，我跟您说啊，他在1楼大堂等您，不见不散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乔乔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我都依然爱你。丁总，这花儿，随便，找个地方放吧。随便放啊！您这花不要，我要啊！我也要。我也要。给我吧，红姐，我送给我老婆去。谁？啊，是咱们酒店楼下，就是我猜的啊，我也猜过呢，真是的。快走，在这里影响不好。咱俩已经不是同事了，有什么影响不好的？而且我在你面前不能一直见不得人。走吧。我不能和你去吃饭。我都订好位置了，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吃？我一会儿还有事情。吃个饭又不需要多长时间。不是，那我们干嘛一定要去吃饭呢？是我说的分手，我不对。如果你一定要分手的话，我接受。但是我也有重新追求你的权利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谈这个。你有空跟我谈什么？还是说只要你忙着，不管我想谈什么都没有空理会？楼商，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闹脾气。你又要去对付谁啊？对付莎莎还是去对付温森？你应该不会把莎莎放里面的。温森才是那个你一直盯着不放的人。只要他找你，就永远都有空。你现在来，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吗？好，我承认你说的话，那是因为我要打败他。如果你也想让我盯着你不放的话，就请成为一个可以让我寝食难安的对手。打败他，然后呢？你到底想让他证明什么？我从来没有想要向他证明什么，我是想要证明我自己。我劝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来找我，我不想让我们两个之间变难看。如果今天不是我自己知道的，你原本打算怎么办？集团审核之前，酒店都会自查一遍。就算是你今天不主动告诉我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也能查出来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咱俩能不能坦诚一点？是不是所有被你利用的人都是同一个下场？那个知道特批低价协议的法务，
还有那个帮你清除 OA 记录的技术员，是不是都很快跟我一样？你想跟我打什么赌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的 OA 系统里，你那份低价房特批的合同上，一定不会再有温森的授权。不可能！温森在任命市场部副总监的同时，还破例提拔了一名入职不到半年的网络技术员为技术部主管。这名技术员曾经参与过酒店 OA 系统的设计工作。温森这么做的用意还不够明显吗？没有必要把无关紧要的人牵扯进来。你辞职吧，凭着你之前优秀的履历，换家酒店完全没问题。如果酒店开了你，那你在这个行业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是不是因为我底牌亮得太早了？是不是我有了你的把柄，你觉得你受到威胁了？温森，如果我想要威胁你，我早就可以动手，我何必等到现在？我天天在人前给你当枪使，人后当你的挡箭牌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，我心甘情愿地跟着你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只看重我的能力。我曾经试图让你在我和丁慧乔之间做出选择，但是我得不到答案。如果你情感的天平可以稍稍偏向我这一边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么不堪的一面。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别在分别的时候失了体面。失了体面？你现在跟我说失了体面？魏森，最后提醒你一点，在别人的职场，就算你爬得再高，终究是一枚棋子。等到你失去利用价值的那一天，不要比我摔得更惨。你赢了。如果你想留下来，你自然会有抗争的办法。不必了。我原本以为只是我们俩之间的战争，没想到我只是卷入了你跟温森的纠缠。但愿温森可以像他看起来那样在乎你。也希望我们在职场上不要再遇见了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他现在人就在里面。相比职场被人算计，让他更伤心的应该是算计他的那个人。你知道的，以我的立场，只会越描越黑。你这属于打人一巴掌再揉一揉啊！作为同事，我们是对手，但作为女人，在这个时候，你懂的。我懂的。
等会儿吧。男的嘛，花心一点、多情一点正常。但是两面三刀的对付女人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人呢，居然还是我闺蜜的一个同事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假模假式讨好她，居心叵测呀。我们俩还为这男的闹过别扭。女的吧，容易为一些小事呢就有矛盾，但是更容易同仇敌忾的和好。生活的本质就是无奈，你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我犯过的傻，都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行了，狠狠还击啊！还击的越狠越好，然后从那个烂泥里头爬出来，漂漂亮亮走下去啊！说得好，活得潇洒，并没有，不然我就不会一个人晚上跑到这儿来喝酒了。我知道，你是专门冲着我来的。田慧强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是他父亲。我也太尴尬了，我这是演半天。喝一口吧。谢谢你，温如雪。不过也麻烦你帮我转告丁慧乔，我还没有失败到让他来同情我。真想多了，堂堂正正的战斗，成王败寇，不影响英雄惜英雄啊。自己的平凡，没负担，更自然。某一天，突然间发现，从来没有永远，就请别再留恋。相遇，相恋，相伴，离别，聚散，真心爱着剩下的，交给时间。交给时